大家好，我是 Joe。旧金山呢，一直是美国顶级的大城市，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人文建筑啊等等景点，各种高科技公司设立于此，也有属于自己的棒球队和篮球队，是来北加州观光旅游的必去景点之一。然而这几年呢，尤其是这2年，旧金山的治安急转直下，越来越多的游民，越来越多的偷窃、抢劫、袭击路人的案件发生。许多游民、犯罪者甚至会明目张胆的入店抢劫、砸车偷盗，甚至是光天化日下大小便以及吸食毒品。为何旧金山如今变成了游民、吸毒者、犯罪者的天堂呢？这几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而这个现象又会对旧金山这个城市带来什么影响呢？由于旧金山市区每况愈下的犯罪及游民窃盗问题，影响了顾客及店员的安全。近期，知名连锁超市 Whole Foods 宣布关闭旧金山市中心的旗舰店，在短短13个月内，这家店已经有高达568次的紧急报警记录，甚至有人因为在该店厕所服毒过量而晕死在厕所。而这个关店的决定呢，成了最近轰动美国的新闻。但它并不是最近唯一一家撤出该地区的连锁品牌。联合广场周围的购物区呢，自2020年以来，已经失去了17家连锁用品以及零售商，近期就包含了连锁百货 Nordstrom、DSW、Marshall、服装品牌 Old Navy 等等。因为该地区犯罪和吸毒的影响，引起了零售商和顾客的安全担忧。越来越多的人随意窃盗这些连锁超商的商品，并大摇大摆地走出商场，在商场内随意大小便，躲在商场的角落或是厕所吸毒，甚至做出攻击店员或是顾客的行为。这些画面真的触目惊心。许多商家为了店内服务人员的安全，开始要求这些员工，当遇到偷窃或是抢劫时，不要去阻止犯人，不要追上来把商品要回来，或是跟犯人起冲突，以免受到严重的伤害。而这些强盗毒品的问题呢，大多是来自于游民以及无家可归者。为什么旧金山的游民会越来越多呢？只要是大城市，全世界都一样会不可避免的出现游民问题。但为什么旧金山的游民会越来越多呢？其中的原因是因为旧金山政府为这些无家可归者盖了庇护所，或是提供这些人可以搭帐篷的营地等等，也给予了游民较多的社会福利以及协助。再者呢，2019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开庭裁决，美国各地市政府不能处罚夜宿街道等公共区域的人，不同于会下雪、夜晚比较寒冷的大城市，比如纽约、波士顿等等。旧金山的天气好，气候也比较温暖，让游民更愿意搭帐篷住在街上，或是露宿街头，直接睡在街道上。以上的因素呢，是造成了美国各地的游民源源不断涌入旧金山，并且决定留在这里不走了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旧金山街头因吸食毒品而丧尸化的游民越来越多。芬太尼是一种强效的类鸦片止痛剂，起效迅速而作用时间极短，又具有极高的成瘾性，如使用过量，严重的将会引发呼吸困难死亡。这药品的其中一个副作用就是大小便失禁，这也造成了旧金山市区的肮脏以及恶臭。而另一种毒品叫做塞拉嗪，又被称为丧尸药的药物。这个药物常常叠加芬太尼被一起使用，而塞拉嗪本来是大型动物用的肌肉松弛剂，这种毒品呢可以延长其他毒品引起的高潮效果，但会使使用者昏迷数个小时，注射点会溃疮和产生严重伤口，看起来就像变成丧尸一样，最终会遍及全身，部分伤者必须截肢。而旧金山市区因为药物滥用，丧尸在变得越来越多。现在还不用特效就可以在旧金山街头拍阴尸路了，真的是有够可怕。而这样的违禁药物竟然可以随意的在旧金山的街头取得，教头可以很轻松的在路边交易毒品，而他们很大一部分的客群就是这些游民。然而，警方和执法单位呢，被指示要将重点放在公共安全和严重犯罪活动上，对个人持有少量毒品的违法行为呢，会采取宽容对待。这样宽松的毒品政策也是使游民及犯罪者药头不断移入旧金山的原因之一。再者，政府为了防范艾滋病或是传染病，会提供吸毒者免费的针头来吸毒。One thing to note, the fentanyl on the streets is the cheapest here in the entire country. Go figure. And the giveaways here are as free needles, free foil, free tents, free food, free assistance. 这些政策呢，其实就等于在默许药物滥用。根据 CNN 的采访，
旧金山虽然是物价较高的区域，但这边的毒品价格却是其他地区的1/2，甚至是1/3。在违禁药物的价格远低于其他地区的情况下，无疑使旧金山成为了吸毒者的天堂。越来越多的游民以及吸毒者的移入呢，造成了旧金山治安上的隐患。越来越多的商家受到了猖獗的犯罪行为影响。零元购正是旧金山现在正面临的另一大社会问题。零元购是什么呢？就是指有的人明目张胆的不给钱就把商品拿走，甚至不是偷窃而已了，是拿着袋子在店员眼皮子底下装，然后再大摇大摆的直接走出店外。如影片前段提到的，商家们为了店员的安全，不允许他们跟这些强盗起冲突，而这样的零元购事件不停的在旧金山市区发生，使得零售商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许多零售商不得不把他们的商品锁起来。有顾客要买的话，必须请店员解锁。美国连锁超商百货 Target 的董事长就控诉他们，去年被零元购的价值超过了4亿美元，今年到目前为止就已经损失了6亿。如果再也没人管，他们可能就要被迫关闭20%以上的分店来止损。这听起来真的很糟，对吧？到底为什么这些人可以大摇大摆的在光天化日下抢劫啊？造成零元购的起因呢，是来自加州第17法案。财务损失在950美元以下的窃盗罪，在没有对其他人的安全构成威胁的犯案呢，会从重罪变成轻罪，也不会优先被处理。很多窃贼光明正大盗取商品，然后不会面临到任何的刑罚。这些政策上的纵容，导致越来越多的游民犯罪者随意的入店抢劫、砸车抢劫、撬开停在路边车子的后车厢，甚至是攻击路人、直接在路上行抢等等，治安恶化的像是犯罪天堂。许多居民和企业都成为了受害者，而不得不搬离旧金山。在旧金山呢，越来越多人在停车的时候会把后车厢整个打开，目的就是要给这些潜在的强盗看说，这台车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在里面，可以不用砸这台车。停车时打开后车厢，我自己在旧金山也见过这样子的景象。此外呢，我有看过有人占领了公共停车场，会对要进来停车的民众收保护费的景象。前一阵子更是有听说一名旧金山的亚裔妇人闯红灯，因为她发现当她在停红灯的时候，有可疑人士接近，准备砸她的车，对她进行抢劫，逼不得已下，她只好闯红灯。接下来呢，请到我住在旧金山的朋友分享一下他所看到的治安恶化。好，那我们就要想请问一下呢，现在旧金山的市区呢，是否真的就跟新闻报的一样，治安变得非常的差呢？是，我觉得是蛮差的啦。应该说，因为市区本来一直以来都不会太好，就是任何城市也是啊，像 LA 啊那些downtown治安本来都会不好。可是我觉得，自从就是 COVID 之后，大家都一直有着感觉，就是 San Francisco 变得更混乱嘛，然后就是变得很落寞啊。这样讲好了，比如说像 New York City， 就是有在复苏的感觉吧，就是越来越热闹啊，然后街道也没有像 SF 这么脏吧，就是现在路上就很多大小便啊，这样，然后很多游民在晃。然后上个月已经有2-3起那种比较大型的枪击案，像之前有是那个有一个什么边开车边 shoot 啊的这种事情啊，然后对啊，附近有民众被波及啊，就他开车开一开，然后你就突然脚上有一个被中弹了这样，然后他有拍 TikTok 在讲这件事情这样。就我会特别有感，是因为那带有很多 restaurant， 然后我们平常都会去那边去吃饭干嘛的，然后那时候你就特别有感，就想说，他已经不是在我们比较熟悉那些比较混乱的地方了，可是没想到就现在已经开始，就让人觉得不太舒服这样。那新闻有报嘛，很多就是那边很多毒瘾的人，然后毒品取得也很容易，甚至你走在路上就可以看到他们在街头就是自己在打药这样，然后路上的游民也变得很多，到处都是帐篷，然后到处都是恶臭这样。那这个你有非常有感嘛？就是到处都是帐篷，到处都有人在打药跟吸毒这样。就是那一些比较频繁，就是吸毒啊，还有帐篷比较频繁，它会集中在那一带，就刚好那一区都是有一条街，你去看那条街就跟怎么讲，跟僵尸电影一样，就是很多人行尸走肉啊，或者是他就是站着，然后他突然就这样开始把自己身体对折这样，
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啊，就是好像是他打那个毒品吧，然后他就会站着，然后这样然后像僵尸一样。然后那一条或那一带那几个 blocks 真的就是超多帐篷。然后零星就是除了那条街以外，你可能你在就是偶尔附近其他 block 啊，或者是像我公司办公室的那一条 street 上面，偶尔也会有些帐篷，会有游民这样。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比较让人受不了的地方会是大小便吧，因为我就的确会感觉到，尤其你现在来 SF， 你就会发现就很臭，然后路上的屎变多了，像台湾可能比较都是狗屎，可是在这边都是人的大便这样，然后你就要避开，对吧？然后对啊，有一次像我的办公室那边，就那条街上也是，有一次我是在就是喝咖啡的时候，就看到窗外，然后就有一个游民，然后就蹲在那边拉屎这样，然后就我车就停在附近，然后看到他蹲在我车附近这样拉屎，你就会觉得不太舒服这样。那这个抢劫变多，或者是有什么街头行抢啊，或者是零元购，就是进去商店里面就把东西给直接拿走，这些事情你有感的有变多吗？有啊，就是反正San Francisco 大家已经知道你不能在车上放东西嘛，就是从 COVID 开始就变得很猖狂啊。反正你车上有东西必砸，就是你的车窗一定会被砸，所以现在基本上大家知道都不会在车上放任何东西，然后甚至有人直接把窗户摇下来，然后或是门不要锁这样，就怕人家砸你的车这样。然后观光客啊那些 rental cars 就一定被砸，那就看到很多都是那种。有很多影片啦，然后都是在讲说那些他们就会锁定 rental car， 他们知道你是观光客，然后就把你所有的行李什么都偷走这样。然后所以你在租车的时候，他们就跟你说车上绝对不能放东西，然后警察就跟你说不要放东西，然后就是到后来就有点怎么讲，就大家就已经变得很习以为常，就是你已经知道一定会被砸，所以你就尽量避免这件事情。然后像是去抢东西，我之前看好几个影片是这样啊，就是他们就去 CVS 啊，然后就直接抢这样，然后那边 security 其实他们也不能干嘛，他们在那边，然后 record， 然后就帮忙报警，然后 record， 然后就看他们东西被抢走这样，然后他们就跑，然后就让那些那个就是抢东西的人让他们跑掉这样。security 其实他们我猜他们应该也不想要 risk their life， 然后去阻止他们这样。那经过这些就是这个改变，我想应该是就政策有点问题嘛。那你觉得旧金山还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城市吗？对你来说，毕竟你在那边上班嘛，你住在那边，然后你的办公室也在旧金山市区嘛。我觉得我其实有跟我同事聊过这件事情。我自己现在住的地方，我不是住在城市里面，我算是住在外围。所以我这边治安就比较好，因为这边是学区什么的。然后他们就是有住在城市里面，然后他们的讲法就是，当然还是很混乱，城市还是很混乱。然后可城市有他们喜欢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住在城市的话，就住在有钱人区，这样就是往海边那边住，就是那边会治安会更好。然后可是缺点就是。比较贵嘛，就是有钱人区这样。那我自己的话，我现在的感觉是怎么讲，就没有那么放心了。像之前就是你可能周末啊或礼拜晚上，你就想要去城市里面去 restaurant 啊或去 bar 啊，然后我现在基本上晚上大家都说就是能不要出去就出去，就不要出去这样，不然就蛮不放心的这样。对啊。那你觉得未来几年？这个现象有机会改善吗？可能换了政府或者换了市长之后，还是就是会慢慢的进入恶性循环，然后就没落呢？我觉得会在落寞，会在落寞一阵子，因为政策不会那么快就改变。然后 homeless people 的问题，我觉得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解决，因为他没有办法被短期解决，所以他就会一直恶性循环这样。像现在。有好几个比较大的那些 mall 也开始撤出了嘛，就是因为从 COVID 开始，它的营收啊就越来越差，然后也越来越少人愿意在城市里面观光啊，或者是 shopping 这样，然后它就是一个
越来越糟嘛。就是如果各大 mall 啊，或是一些 recreation 的东西开始撤出 city 了，那我们就是相对我们也不想要住在城市，因为我们会想要住在城市，就是因为比较好玩嘛，比较多东西可以做。如果当你其他东西最近没有东西好玩的话，我们会想要搬走啊。然后你搬走，然后你其他的 mall 其他 restaurant 又活不下去，然后就是会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我应该说也不是短期内，现在我们自己在 San Francisco 的感觉就是他在慢慢的 corrupting， 他就是真的就慢慢听到越来越多人不想要待在城市里面，然后就是越来越不喜欢那个城市这样，对啊，然后 OK 就这样。好，那就感谢我们的 Mr. X 接受我们的访问。但有一点我还是想要澄清一下，美国并不是到处治安都这么差的。像我目前生活的矽谷治安就蛮好的，比较少游民，也很少看到商家把商品锁在柜子里面。但我现在就比较少去旧金山的市区了啦，尤其是晚上，在一些特别不好的区，像是 Mission 或 Tenderloin，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我想旧金山的问题目前急需解决，政府也承诺呢会增加警察的预算，以及认真处理犯罪问题以及毒品泛滥的问题。希望旧金山能慢慢恢复往日的光辉，而不是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了。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也可以透过超级感谢小额赞助我，给我更多动力制作新影片。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我是 Jeff，Peace。